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函数喽。好了，我们看一看这道函数的问题。设 f(x) 等于，这是个分段函数 ，x 在不同的范围内取值，它对应的解析式是不一样的。关于 x 的这个方程等于0，在区间0到5内恰有5个不同的实根，让我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从这儿看这是个分段函数，这个函数减掉一个式子等于0。这个方程在0到5内有5个根这是个超越方程，我没有办法减，所以我就把它变成 f(x)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加1，把它移过去。如果方程有5个根，那就意味着 y1 等于 f(x)， y2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加1，那么 y1 与 y2 在 x 属于0到5的这个区间里有5个不同的实根，那它就有5个交点。这两个函数它的图像有5个交点，交点的横坐标，5个交点的横坐标，那么就是这个方程的5个根好了，因为它是超越方程，我们解不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做图。首先我做 y 等于 f(x) 的，因为它有解析式我们要长一点儿，建立直角坐标系。这是 x 轴，这是 y 轴。首先我们看在-1到1之间比如说这是-1，这是1，在-1到1之间，它对应的解析式是1减 x 的绝对值。那这个函数的图像怎么画呢？我给大家略略的说一下比如说 f(x) 要是等于 x 的绝对值，它是个小小的分段函数，那么 x 大于等于0的时候呢，它就是 x；x 小于0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负 x。所以我们做出来的图像是第一象限交分线和第二象限交分线。那么负的，紧接着我想做 y 等于负的 x 的绝对值，它就产生了翻折，所有的 y 都是刚才这个 y 的相反数，所以它就把上边的图像沿着 x 轴翻到下边，上面的这个我们就不要了。紧接着，如果我再做 y 等于负 x 的绝对值的基础上再加个1，那就把我刚才做的这个图像向上平移了1个单位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也就是 x 取1的时候 ，x 取1的时候，取负1的时候 ，y 都是0这个呢向上移了1个单位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段图像就做完了，它是这个样子的2段折线。我是从 f(x) 等于 x 的绝对值给大家讲的。好，那么这段我们就不要了，接着往下看。凡是 x 大于1，在1的右侧取值，那么它的所对应的解析式就是在刚才的这段解析式的基础上，加就动了它的 x， 加就往左，减就往右，我就把刚才做出来的这段图像向右平移2个单位，不断的向右平移，向右平移，只要你的 x 取值在1的右侧，它就向右平移2个单位我们这初中的时候学过，动了 x， 函数就左右平移左加右减，减向右移。它不仅向右移，它前边还有个2倍，一边向右移 y 的值就不断的翻倍翻倍。你看我现在最高点在1这儿，那么当我向右移的时候，我的最高点就落在2的位置了，它就变成这样2段折线。
再继续向右移，这是2，这是3，这是4，这是5。我继续向右移啊，然后呢，我又来个2倍，所以呢，它 y 的值就翻倍了，这是 y 轴，这是4。所以我就得到这样一段折线，我们可以一直向下这么平移过去。好，我先平移到这里啊，然后呢，我再考虑下一个问题，也就是 y2 这个图像。如果是 y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的对数，那么它一定是穿过1逗0单调。怎么单调呢？要想和我的图像有交点，它就只能单调征。可是呢，它是 y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加1，它与 y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啊，就是在 y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的基础上加向左移了一个单位，所以呢，它还得保证单调征才能跟人家相交，那么我就得从0逗0出发，跟它交于5个点。我先考虑一下啊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哎，这是5个。你看，要是跟它交于5个点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得这样画这段曲线？单调递增，这是其中的一个焦点，x 值就是它的根，这是3个，这是4个，这是5个。那么我怎么才能够做到呢？因为我是单调递增的，我可以这样征，我也可以这样征，也就是要保证啊。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gx 的话，首先你单调递增了 a 就得是大于1的，而且呢，当 x 取2的时候，你得到的 y 值要在这个尖儿的下边，从这儿穿过去啊，那就是 g2 它是小于2的。x 取2，你得到 y 要小，从这儿穿过去。那同样道理 ，x 取4的时候，它也要比它的这个4要小，从这种地方穿过去。如果你比4大，你就高出去了，就没有这2个焦点了。等于是呢，就只有这一个了。1、2、3、4、5这5个点我都要，所以还要满足 G4， 它是小于4的。你只要满足了这3条，那么就做到了，在0到5之内有5个焦点。好了，因为我的 x 就取到5哈，他说在0到5之内嘛，就取到5，所以后边的就不用考虑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解一下这个 a 大于1 ，gx 是它 g2 呢？那就是 log 以 a 为底，2加1是3，它得小于2。然后g4呢，就是 log 以 a 为底，4加1是5，它得小于4。那接下来我咋办呢？我就得把它变成，我要动这个2，把它变成对数的样子。log 以 a 为底 ，a 的平方。那么 a 是个大于1的数，对于对数函数来说，底数大于1单调递增，所以这个对数的值要小于这个对数的值，那就说明 a 方是大于3的。同样呢，我要把4也变成对数的样子 ，log 以 a 为底 ，a 的4次方，底数 a 是大于1的，对数是单调递增的。真数大，整个的值就大，所以我就得到 a 的4次方是大于5的。好了，那题中让我求的是谁呢？让我求的是 a 的取值范围。a 的取值范围我还得继续做，现在我得到的是 a 方的取值范围，两边同时开方 ，a 就大于根号3，2次根号加3就是根号3。这个呢也是两边同时开方，两边同时开4次方
a 就大于4次根号下5。好了，那么 a 还要大于1，还要大于根号3，还要大于4次根号5，1无所谓了，我们好比较。那这个根号3和4次根号下5，我还要把它再变一下，变成4次根号下又开2次方，原来是开2次方，我再开2次方，那我里边就要平方，所以它就等于4次根号下9。4次根号下9显然比4次根号下5要大，是吧？好，根号3呢，它也是1点多。4次根号下说明根号3比4次根号下5大，那么4次根号下5就落在这儿了。1呢，它是最小的，所以大于1，3个不等式我们高低错落的话，画3层，它是大于根号3，还得大于4次根号下5，最后我们要的就是大于根号3。所以这道题选啥呢？我们就选 C。x 就这个是 a， 它就是大于根号3的，所以我们就选 C。好了，我总结一下这道题呢，有几个点啊。第一个，函数间的关系，动了它的 x， 只要你的 x 在1的右侧取值，那么你就对应上边的那个式子。上边的那个式子和下边的 f(x) 有关系，动了它的 x 就不断的向右移，一边向右移，一边 y 的值在增大2倍。那么它要求0到5之间的，就到5这儿就打住。还有就是这个方程是超越方程，我们是没办法解的，所以方程的根的问题，我们就转化成2个函数交点的问题。它在这个范围内一定要保证有5个交点，然后我就根据图像向左移了一个单位，现在它是从00出发的，我只要保证它取4的时候要比它这个4的值要小，你这样穿过来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就列出相应的不等式，到最后就解出 a 的取值范围。